人能活多久，看头发就知道。医生，寿命短的人头发会有这些特征。刘大妈今年已经75岁了，但她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10多岁。不仅腰背挺拔，走路步伐轻盈，更让人羡慕的是，她还有一头乌黑的秀发。有一天，刘大妈在小区里散步时，几位大爷走上前来问她：“您这头发不会是染的吧？这么黑亮？”刘大妈表示：“我这头发可不是染的，我头发一直都是这样。”这时候，社区的杨医生也加入了老人们的谈话，正巧听到刘大妈和几位大爷在讨论头发，然后就说：“其实头发的好坏和寿命有一定的关系。”听了这话，老人们都感到好奇。一、头发与寿命的关系。人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因为这样看起来人更精神、更美观。尤其是在如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如果有一头好的秀发，在求职、相亲等场合都会有好的竞争优势。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拥有好的头发不只是为了美，好的头发还是身体健康的象征，也就是说，头发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一般来说，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一头浓密的黑发，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白发渐渐增多，而且头发还容易大把的掉落。这主要是因为人在年轻的时候，无论是消化、吸收还是身体的新陈代谢都非常快，而且毛囊黑色素也多，这样一来，头发也容易吸收营养，自然头发生长得较好。可是上了年纪之后，人的新陈代谢、消化、内分泌水平都有所下降，毛囊上黑色素也减少，自然头发的发质会变差。但是如今也有不少青壮年人出现白发甚至头发大量脱落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如今年轻人普遍精神压力大以及头发的营养没有跟上有关，需要引起重视。可以这么说，只要不是在正常年龄的情况下出现的白发、掉发，都表明身体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身体的黑色素减少、气血不足、内分泌失调、营养不良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某一段时间头发出现白发增多、掉发增多的现象，就需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年龄很大、头发还很好的人就一定能够健康长寿，头发稀疏的人就一定活不长。虽然头发可以反映我们的健康状况，但通过头发就预测人可以活多久，就显得过于片面。因为决定人寿命的因素有很多，比如遗传、生活环境、生活习惯、饮食营养、基础疾病、心态等多方面。也就是说，即使头发不好，但影响寿命的其他方面都做到位，也有望长寿。但是对于头发问题，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还是可以反映一些身体的问题。二、寿命短的人头发的特征。头发虽然不能完全决定寿命，但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寿命的情况。一般来说，寿命短的人头发上还是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看看具体是哪些。一、头发没有光泽。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头发不仅黑，而且有光泽，但是想要头发自然光泽的前提就是营养供给要到位。发质好的人头发之所以会充满光泽，主要是因为头发能够正常分泌油脂，而头发暗淡无光的人，他们头发的油脂分泌是不足的，导致他们油脂分泌不足的因素可能是营养不全面。如今有些人相信吃素食能养生，于是在饮食中吃得过于素，这样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素摄入不足，这样的人自然头发也很难有光泽。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为了形象好看，喜欢做一些烫发和染发，这样的过程也会给头发造成伤害，从而使头发没有光泽。所以，如果发现自己没有染烫发，但头发突然没有光泽，就要留意自身的营养状况了，一定要及时调理，否则会导致身体出现其他问题。二、头发过早变白。正常情况下，人到老年头发都会变白，因为决定头发维持黑色的是黑色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头皮中的黑色素水平会下降，所以头发就逐渐变白。但是如今也有不少年轻人也出现了白发，这种情况就不正常，但引起头发过早变白的原因不外乎遗传以及后天环境。从遗传角度来看，有的人他父辈就有头发早白的现象，所以到他这一代头发同样会出现早白的情况。还有就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出现白斑病，这样也会导致头发早白。
但是这一类人在年轻群体中比例较少，大多数年轻人还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营养不均衡。这种情况必须要引起重视，因为这种不正常的头发变白可能预示着身体内分泌系统出现了问题。如果是这样的问题不及时干预，可能最终会影响寿命。三、头发很容易掉。掉发本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头发健康的人每天也会有少量的掉发，但是有些人的头发总是大把的掉落，掉落之后又不会立即长出头发，所以就出现了秃头的情况。对于秃头，很多人都只觉得影响形象，但其实头发是否容易脱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健康问题。中医上讲，我们掉头发掉的是气血，这句话按照现代医学来说就是，健康的人之所以头发不容易掉，是因为身体循环和代谢能力强，血液能够循环到头皮，让头皮充满养分。而身体气血不足，代谢出现了问题的人，他们的血液、养分就无法充分的供给头皮毛囊，这样头发就会大把脱落，也不容易长出。所以，如果发现自己头发大量脱落又不容易长，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看自己的内分泌水平、代谢水平，并及时干预。否则，身体如果长期出现代谢问题，会影响的营养的吸收以及身体免疫力水平，从而也会影响寿命。三、如何保持头发健康？虽然头发不能完全反映健康和寿命，但寿命长且健康的人头发通常也不会差。而要想改善头发健康，我们不能仅仅只在头发上做工作，需要对身体整体进行调理，具体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保证均衡营养。均衡充足的营养不仅能给身体提供必要的能量，也能给头发带来健康。人的头发要想长好，需要毛囊有充足的营养。要想头发乌黑亮丽，需要毛囊能够正常分泌油脂和黑色素，但这样的前提是营养均衡。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女性，为了追求身材苗条，进行不恰当的节食，或者是一些男性由于工作紧张，长期单一的饮食，这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头发的健康。因此，为了保证头发毛囊有充足的养分，我们日常饮食中就要保证营养全面。人体所需的基本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脂肪、微量元素等都要涉及到，不要因为偏食、挑食，否则无论怎样保养头发都没有效果。二、要适量运动。我们都知道运动能增强免疫力，提升身体的代谢能力，但是运动也能提升发质，这一点很多人还不太清楚。我们需要认识到头发质量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身体的代谢情况、营养吸收情况以及身体的气血是否充足。而头发不好的人，通常身体的代谢、气血都不好。而运动的最大功能就是改善人的新陈代谢，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头发本身就是身体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比较远端的部分。身体循环改善了，头发自然也容易吸收到营养，发质自然也会变好。所以，想要头发好，坚持锻炼也是必不可少的。三、要学会减压。以前很多人都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头发才会出现变白、掉落的情况。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出现各种头发问题，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心理压力过大。心理压力过大容易造成人体内分泌失调，进而影响头发问题。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能让自己长期处于压力紧张的状态。工作之余要学会放松身心，平时也要定期学会放松自己，比如经常花一点时间做冥想、听音乐等。三、要避免频繁烫发、染发。如今很多人为了形象喜欢烫发、染发。烫发、染发虽然会给头发带来一时的美丽，但是频繁的染发、烫发容易对毛囊产生伤害。而且那些染发烫发的用品中或多或少含有有害的化学物质，使用过多还有致癌风险。因此，为了自身头发健康，要避免频繁的染发、烫发。结语：一直以来，人们对自己的头发都非常的重视，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头发的好坏不仅意味着自身形象的好坏，更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虽然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头发来预测人的寿命，但身体不好的人，寿命不长的人，发质通常也不会好。也就是说，我们日常在养头发的时候，不能仅仅关注头发本身，还要看看自己身体内部是否出现一些问题，以及自己是不是压力大，没有休息好。
只有这些都做到位了，头发才能变好。